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佛历11月上初一，万象阵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0基普，跌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6.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08 基普，涨幅 0.1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45.7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0.36 点，涨幅 1.43%。开盘 1425.43 点，最高 1445.91 点，最低 1378.21 点。成交量597800股，成交金额26174万0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48万39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40基普，交易额1亿7504万7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977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51万基普，涨幅 1.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17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6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41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将主办集束弹药公约第3次审议大会。老挝将在明年主办集束弹药公约第3次审议大会。作为世界上受集束弹药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挝曾于2010年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并在同年首次主办了公约缔约国会议，此次再次承担会议主席国和东道主的角色，不仅彰显了老挝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也重申了其对解决战争遗留未爆弹药问题的坚定承诺。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指出，过去50多年来，这些未爆弹药持续威胁着老挝人民的生命安全，并阻碍着国家发展。老挝致力于通过清除弹药、风险宣传和受害者援助等工作，将自身从未爆弹药受害者转变为解决该问题的全球领导者。2. 在北京的老挝留学生向世界传播老挝文化。在京老挝留学生参加了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老挝的独特文化。他们带来了老挝特色美食，并表演了芦笙、民族舞蹈和老挝歌曲。此次活动旨在促进各国留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根据数据，自2016年以来，东盟学生已成为在华最大留学生群体，在2021到2022学年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 30%， 预计到2025到2026学年，中老两国学生交流总数将达到30万，其中在华的老挝学生人数预计将高达3万。3. 农环部副部长出席第6届中国质量大会。农环部副部长吉乔辛纳冯率团出席了在中国南京举行的第6届中国质量大会。本次大会主题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旨在加强与亚洲及其他合作国家在质量标准方面的合作，并支持利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来控制生产和工业系统质量。会议期间，老方与中方机构签署了2项谅解备忘录，一项是关于老挝巴沙鱼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的合作，另一项是关于为老挝建立研究基础设施，以提升大米、巴沙鱼、榴莲和橡胶4种农产品质量和标准化的合作。4. 多方合力组织献血活动援助社会。老挝国家血液研究所、工贸部、老挝啤酒公司和老挝电力公司于9月22日在老挝啤酒公司总部共同组织了一场献血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为人道主义事业做贡献，挽救他人生命。老挝啤酒公司总经理强调了献血的重要性，并表示公司每年都能动员员工献血约500袋。国家血液研究所所长指出，由于血液无法人工制造，因此动员公众献血至关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有充足安全的血液，以供需要手术、应对事故、分娩以及治疗癌症、肾衰竭等疾病的患者及时使用。5. 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万象一所小学。近日，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万象一所小学，考察了由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老挝新修订的国家小学课程的实施情况。代表团旁听了课堂教学，看到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式学习，这与传统的死记硬背式教学形成鲜明对比。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金马诺冯马哈塞和澳大利亚大使馆代表本尼塔萨莫威尔均强调，此次访问凸显了两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厚合作。展览展示了双方合作的核心成果，包括新课程、面向多民族学生的老挝语课程以及教师专业发展体系。老方表示，澳大利亚的支持对老挝教育改革至关重要，并将在第二阶段继续确保教师技能提升，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教育。6. 波侨省查获并没收过期食品和甲醛鱿鱼。据波侨省工贸厅9月22日报告称，上周，贸易稽查与消费者保护官员联合省县2级卫生部门以及会筛县工贸办，对会筛县望维市场、西东米市场及县城内的33家商店进行了打击假冒伪劣、过期商品及冷冻食品的检查。通过检查，共发现13家商店存在问题，并对这些商家进行了警告记录，同时没收了共计29种商品，总价值达2647万7千基普。此外，还查获了2公斤牛百叶和6公斤脆鱿鱼，经检测含有甲醛，因此相关部门已立即将这些商品没收并销毁。7. 塔曲县巴喜迈小学教学楼修缮项目移交仪式。甘盟省塔曲县巴喜迈小学教学楼修缮项目于9月20日举行了移交仪式，该项目总造价4亿8964万5千基普，工程内容包括重修屋顶、安装天花板、修整地面、更换部分门窗及重新粉刷。于6月4日开工，8月28日完工。亚甲国际公司为项目捐赠了3亿基普。此外，亚甲国际公司和老挝发展银行甘盟省分行还分别向学校捐赠了价值超过500万基普和1000万基普的学习和体育用品。8. 国内外游客青睐占巴塞省。近日，占巴塞省文化旅游厅旅游处处长宋帕泰格马拉表示，2025年前9个月，到访占巴塞省的游客数量显著增加。数据显示，到访游客总数达57万1558人次。其中，老挝国内游客22万6032人次，边境游客10万8926人次，国际游客23万6600人次。这一数字是年度计划的 162%。旅游收入达到7347万3980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长 17%。其中，到访占巴塞省的国际游客中，排名前5的客源国分别是泰国、柬埔寨、越南、法国、中国。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